沈岩，滚出来！今天不把40两钱债交出来，我拆了你这破堂铺！少爷，求您息怒，再宽限几日，等少爷堂做出来。宽限？老子给过你机会。那是少爷熬了整半月的堂胚，是我们全部活路啊！你们凭什么这么造孽？活路？欠债赖账也配谈活路？我给你死规矩！3天，连本带利60两，40两本金，20两高利，少1个铜板，我立刻报关封铺，收走你们祖地地契。到期拿不出钱，就把沈燕送去码头做苦力，日夜扛货，累到没力气站起来追职。60两。就是把这铺子拆了卖了，也凑不出来呀！谁说我们凑不出60两？你就是沈燕？是我。哟，就凭你这几缸烂黑糖，全城人都嫌发苦难咽，3天凑60两，我看你是活腻了，想找不痛快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糖霜。上等的白糖，白糖，黑糖1斤值几个钱？这白糖1斤值多少？你心里该有数。我这1缸出30斤，你不是要60两？3天，一文不少，我亲自给你送上门。你怎么嫌我还得太快？哼，算你狠！3天后我再来，到时候拿不出钱，我让你连人带铺一块进码头。走。那白糖要真卖得出去，这小子3天还60两，根本不在话下，不能让他卖。爷的意思是，明儿一早他必去码头摆摊，你带几个人赶在他先头到码头，把话放出去，白糖是拿石灰染的，人家就坏肚子出大事。还是爷高明。少爷，这糖白白净净的，怎么一个问的都没有？就是那家的白糖，听说是石灰染出来的。可不嘛，我大清早就听人念叨上了，白的变长，吃下去要烂肠子的。乡亲们，可千万别买这白糖，这糖白的邪门，压根儿不是好东西，是拿石灰染白的，吃下去轻则烂肠子，重则要人命啊！我说呢，世上哪有这么白的糖？快走快走，别中了毒！没错，这话我一早也听说了，石灰染的吃不得，血口喷人。少爷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石灰，我都吃了，怎么没死？你那是装的，装的。劳驾，借碗清水。都过来看看，石灰难溶于水，一入水，水必发浑，碗底必留一层白渣。我这糖入水即化，水清见底，是石灰还是糖？你们自己看。真没有渣子，真是石灰，水早浑了。乡亲们，今天这白糖免费试吃，谁要是吃出半点问题，我沈燕当场赔他10两。甜，这也太甜了！入口就化，哪来半点石灰味儿？我也尝尝，给我来2包，不3包。我说谁有问题？你这清糖又苦又涩还硌牙，这才是吃了坏肚子的吧？好你孙茂，自己糖卖不出去，就别瞎挖坑人，黑心烂肠子，差点害我们吃不上这么好的糖。少爷，才半天，咱们这就收了12两了。12两啊！这破糖铺从前累死累活1年都挣不到这个数啊！清河县的糖货生意，大半都攥在他玉和号手里。可今天，他眼睁睁看着一个挑担子的破落户，半天卖出的糖，顶得上他铺子3天的流水。更扎眼的是那糖的成色，白得发亮，连他玉和号都做不出来。他这白糖是拿黑糖滤出来的。传我的话，从今日起，清河县所有糖行1两黑糖都不准卖给姓沈的。我倒要看看断了原料，他拿什么滤糖？是。少爷，大事不好了！全县的糖行一夜之间全部卖咱黑糖了。我跑遍了大街小巷，人家都说是玉和号的王掌柜放了死令，谁敢卖沈记1两黑糖，就别想在清河县混下去。还不止糖行，连乡下的车农都被人挨个威胁过了，没一个敢把车卖给咱们。没了原料，这白糖可就彻底断了根儿啊！3天到了，60两，拿得出来，我客客气气走人；拿不出来，
今天我就封了你这破铺，把你拉去码头扛大包。我可听说了，玉和号断了你的货，全县都没人卖你料。哼，你这白糖做不成喽，还拿什么还钱？我看你是死定了。40两本，20两利，连本带利60两，一文不少。当着街坊的面，你点清楚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卖糖挣的。怎么，嫌我还得太快？慢着！你干什么？钱可以给你，不过你还欠我一样东西。我欠你？我欠你什么？一个道歉。码头上那谣言说我白糖是石灰染的，吃了死人，是你派人散布的。血口喷人！你有什么凭证？凭证？昨儿个就是这位爷手底下的人，在码头逢人就说沈记的白糖有毒，我亲耳听见的。我也听见了，还塞了我2文钱，让我帮着传。原来是他造的谣，黑了心了，这是要断人活路啊！我当着这么多街坊，为你造的谣道歉。是我的不是，那谣是我让人传的，对不住。大点声。是我造的谣，我对不住沈老板。少爷，周彪是打发走了，可玉和号断了咱的料，这白糖往后还怎么做啊？玉和号威胁的是城里和近郊的蔗农。这料您打哪儿弄来的？我前2天就连夜去了30里外的远村，跟那边的蔗农把蔗汁收了。他王掌柜的手还没伸那么长。少爷，您早料到他会断料，应急罢了。30连外运蔗汁，路远量少，撑不了几天。更要紧的是，靠人一勺一勺手熬，产能永远追不上销路。这东西叫脚踏榨糖机，咱们自己造机器榨蔗。沈老板，听说你最近日子不太好过。我把话给你撂明白了，整个清衰县的蔗都归我唐商会管，谁敢卖你1根蔗，我就让他往后在这清河县1根蔗也卖不出去，全家喝西北风。我看呐，你这破糖铺撑不过3天，就得乖乖关门。沈老板，对不住啊，赵会长的人连夜摸到我们村去了，撂下狠话，谁再敢卖你蔗，就烧谁的地。我们实在不敢了。少爷，连远村都被堵死了，这下可真是1根闸都收不上来了。听见没有，沈老板？识相的趁早跪下来求我，兴许我还能赏你口饭吃。赵会长大老远跑这一趟，正好给您看样东西，推出来。这什么破玩意儿？脚踏连环榨糖机，回折。我的乖乖，这么快，1筐蔗，眨眼就榨干了。诸位看好了，这机器榨叶出汁率比你们手工压榨高出整整3成。赵会长收你们的茶，一担给多少钱？30文。30文。他压了你们多少年？从今天起，凡卖茶给我审计的，鲜茶1担，我出60文。60文，翻了1倍！可赵会长说，谁敢卖你茶，就烧谁的地。他烧得了1家，烧了你们几10家。今日在场，凡是签了契的，往后谁家的地被动了1根草，我沈燕陪他上府衙姑姑鸣冤，一告到底。沈老板，我家5亩地的茶全卖你，算我一个，这就离奇。赵会长，你那条压价压了多年的破渠道，往后留着自己玩吧。好的很，姓沈的，你给我等着！少爷，坏事了！这熬糖的陶锅根本不经烧，大火一猛，半天就裂。如今榨的这多，锅一口接一口的榨，根本不够用啊！换耐火的砂锅不就成了？就坏在砂锅上了。这城里的耐火砂锅，都此行张老板一家有。他听说咱产能翻番，正等着用锅，当场就把价钱抬了3倍，还放话，爱买不买。这清河县除了我张某人，你还能上哪儿买砂锅去？这是摆明了要卡咱的脖子呀！妖里妖气的破玩意儿，也敢摆到我张记瓷行来卖？
我这是熬糖的琉璃膏，不是破玩意儿。你凭什么摔我的东西？凭什么？就你这妖物，烧出来透亮透亮的，不是邪术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清河县城不准卖这种东西。哟，这不是沈老板吗？来买砂锅。不巧，好锅都卖光喽，就剩这些有裂纹的残次品，爱要不要？再说了，就你那小作坊，用得上什么好锅？这些残差的配你正合适。你这是坐地起价，卡人脖子。卡脖子？你能奈我何？这清河县的那伙砂锅，独我张某人一家。你不买，上哪儿买去？这分明是耐高温的硼硅琉璃，耐得住几百度的高温，热胀冷缩极小，正是熬糖最好的家伙。姑娘，你这蛊能借我一试吗？你要是什么？是火。是火？沈老板，你莫不是傻了？这琉璃看着金贵，一把火下去，当场就给你炸成渣。是不是渣？稍稍便知。这真不会炸，谁知道啊？我那陶锅大火半天就裂，熬出的糖还糊底发黑。这琉璃膏猛火半个时辰纹丝不动，熬的糖比谁都群精。姑娘，你这蛊我全要了。全要？你这儿一共多少口？12口。12口我全包，另外再向你订50口，长期供货，价钱按上等货算，绝不还价。沈老板，你糊涂啊！那妖物烧的东西，你买它做甚？我这砂锅……你的砂锅，大火半天就裂的残次货，也好意思加价3倍？张老板，你不识货，就别耽误别人做生意了。姑娘怎么称呼？这50口膏的长期总得落个名字。苏黎，苏家的苏，琉璃的璃。这是退火的火候线，照这道弧线退火，俯身受热才匀，烧多少回都不裂。送你了。这种东西，绝不是这个时代该有的。王福，拿上那些琉璃膏，我们回家。好嘞。奉命查封。差爷饶命，我们做的是正经买卖啊！正经买卖？有人举报你这白糖白的反常，那琉璃府透亮邪蛮，分明是妖物会众，蛊惑百姓。来人，封铺，把姓沈的给我锁了。慢着！妖物，差爷可识字？这上头白纸黑字写着：琉璃一物，前朝便有官窑烧制，供于宫院苗堂，烧了几百年的东西，几时成了妖物？这就算琉璃不算，那白糖呢？白的那么邪门，定是邪术炼的。邪术？差爷，糖是甜的，白糖也是甜的，无非是把黑糖里的杂质滤了出去，颜色干净些罢了。这叫古法改良，省力便民。敢问差爷，朝廷律法里可有哪一条禁止民间把糖做白，把锅烧亮？若说白的反常就是妖物，那血是白的，盐是白的，棉花也是白的，难不成差爷要把这清河县的血盐棉都给封了？这话说的再一样，白的都封，那还过不过日子了？再说这白糖能入药，能做点心，惠及百姓。这榨糖机省工省力，蔗农也多得了实惠。哼，算你们伶牙俐齿，今日先记下，日后再查。走。杀死老奴了，多亏了苏姑娘。沈老板倒是好口才，血盐棉花都是白的，这话寻常人可想不到。苏姑娘随手就能掏出古籍博人，这份准备也不像寻常人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，连这个差役都办不成事。软的不行，那就来硬的。去，多花点钱，雇几个不要命的地痞，趁夜里把他那几架榨糖机给我砸个稀巴烂。要是动起手来，闹出条人命，那就更好了。弟兄们，赵会长说了，把这几台邪术机器砸了，每人2两银子。邪术机器害人，砸了这破地方。想砸我的机器，动手。
你敢绑我们？我们可是赵会长派来的，我知道。砸人作坊，毁人财物，这是要吃官司的，重则流放，轻则坐牢。不过替人卖命的是你们，出主意的是赵德昌，这罪凭什么你们几个来扛？现在招出是谁指使的，主谋的罪你们就沾不上，怎么选自己掂量。是堂哥会的赵会长，他给我们每人2两银子，让我们来砸机器，还说最好闹出条人命。好家伙，给你！我们都听见了。捆结实了，连人带话一并送县衙。赵德昌，你身为唐钢会会长，不思本分，竟雇凶毁人作坊，意图害命，可知罪？大人明鉴，这都是这帮地痞攀戴，与小人无关啊！还有，赵会长，那2两银子可是您亲手输给小的的。证据确凿，还敢狡赖？念你是初犯，从轻罚银200两，以儆效尤。再有下次，严惩不贷。200两，活该！平日里横行霸道，这回栽了吧？少爷，染布的事儿又出岔子了。咱要的那批染色包装布，染坊行会一夜之间集体涨了5成价。我去理论，那染坊行会的会长把眼一瞪，就说整个清河的染布都是我说了算，嫌贵就别用。沈老板，听说你要做什么血糖礼盒，要染色的好布？钱会长消息灵通，价钱嘛，我也不瞒你，从今儿起给你审计的染布一律加5成。加5成？你这是讹人！讹人？嫌贵，你大可去别家问问。不过我把话撂在这儿，这清河县大大小小的染坊我都打过招呼，谁敢接你审计的单，谁就别想在这行里混。你有机器有糖是有本事，可你这白糖再好，没有体面的包装布，也是土里土的气，照样卖不上高价。认个怂，该加的钱乖乖加了吧。少爷，这可怎么办？全县染坊都被他打了招呼，咱这礼盒总不能拿白布去装吧？他不让别人给我染，那我就自己染。自己染？咱又不会染布。我不会，有人会。你说要染布，光拿草木煮汁可不成，色不匀，一洗就掉。所以我才请你，草木里的色得先萃出来，提纯了再用，色才正才匀。光提混还不够，得加美染，拿这几样配个固色剂，色才能咬进布丝里，反复水洗都不掉。你也懂固色？略懂。沈老板这萃取法又是从哪本古籍上看来的？英雄所见略同，动手吧。我的天，这不下水都不掉色，颜色价钱还便宜。掌柜的，我那批货该你家染了，算我一个。行会的暗沉布，我早看不上了。一个卖糖的，怎么转头就把我染了半辈子的布给比下去了？东家，不好了！榨糖机染布机上的这铁轴整转得太快，磨损的厉害，3天不到就得换一回。我去铁行换新的，那铁行老板一听咱机器离不开铁零件，张口就把赎铁的价翻了1倍。他还放话，没有我的铁，你那些机器迟早全得趴我停转。王福，你再去探探口风。少爷，铁行老板他不光涨价，干脆连铁都不卖给咱了。他撂下话，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我的铁，你那几台机器还能转几天？东家，3号榨糖机的轴承磨穿了，转不动了。染布机也停了，这轴承一卡死，布都染不成了。少爷，铁行老板这是掐准了咱的死穴呀！他就等着咱低头加价买他的铁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买他的铁？谁说这轴承非得用铁？铁的怕磨怕锈，转快了就废。换我的陶瓷。陶瓷不是脆得很，一磕就碎，那玩意儿能比铁还耐使？寻常陶瓷自然不成，可我有个方子，烧出来的陶瓷硬滑还不沾水生锈。高强度的陶瓷，论耐磨论松滑，本就远在熟铁之上。要烧多久？3日。这真能用？神了！这要是铁的，早磨秃了。陶瓷轴承，耐磨、顺滑，还不生锈。论使用的寿数，顶得上铁轴承5个。
成本反倒更低。从今往后，审计所有的机器全换陶瓷轴承，铁行的铁件都不用了。东家，审计那边他们不用熟铁了，全换了陶瓷轴承。我这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！多谢，这陶瓷的方子不简单。沈老板的机器也不简单，这些个连杆轴的巧思，也不像是哪本古书上抄的来的。审计的堂都给我扣下！你们是何人？盐商行会的，有人告发你审计的白堂里掺了私盐，盐铁官营是朝廷的铁律，你私自在堂里掺盐贩卖，这是杀头的大罪。今天这铺子封了，堂全部充公。好端端的堂，怎么就跟盐扯上了关系？这背后分明又有人在指使。扣了，全扣了！私盐案子可不能轻放。掺私盐，那可是杀头的罪，这审计怕是要完喽。慢着，扣货之前总得让我自证清白吧？自证？堂里掺没掺盐，你一张嘴说了算？不用我说。诸位看好，我这堂里若真掺了粗盐，粗盐里那些化不开的泥沙杂质，此刻必定沉在碗底。可这碗底有半粒盐渣，半点泥沙吗？干干净净，啥也没有。这糖分明是纯的。倒是这位爷随身带着盐，借来一用。这才叫杂质遍地。你们盐行行会的盐也好意思跟这个比？这盐怎么这么白？拿你们的粗盐溶了水，滤掉泥沙，再重结晶一遍，提纯出来的，就这么简单。提纯结晶的法子，这3个字，这个时代根本不会有人这么说。他果然也是从那边来的。你们的盐又苦又涩，硌得牙疼。有这功夫上我这儿找茬，不如回去把自家的盐好好提纯一遍。自己盐那么脏，还来查别人，丢人现眼。算你今天走运，走。姑，我下回再送。走水了，琉璃窑走水了，快打水！快打水救火呀！窑棚要塌了，料还在里头呢。往哪儿浇啊？往窑上浇，那火离窑炉就剩1步了。住手！那窑碰不得冷水。沈老板，都这时候了，不浇水，难道眼睁睁看它烧？你往那烧红的窑上泼瓢水试试，窑壁滚烫，冷水一击，热胀冷冽，砰的一声炸开，碎瓷四下飞溅，在场的谁都躲不开。你这是救火还是要人命？那这火可咋扑？这是什么火？你看清楚没有？桐油，油比水轻，你一泼水，油浮在水面接着烧，水流到哪儿火就烧到哪儿，只会越扑越大。那到底咋办啊，东家？沙土，都把桥抄上去铲沙土，搬大火泥，盖。有火不怕土，就怕没气。土一盖，断了它的气，火自己就灭。对，拿土盖，隔了空气，它就着不起来。都愣着干什么？抄家伙！隔绝空气。你方才说热胀冷冽，沈老板，你这一身本事究竟是从哪儿学来的？等火灭了再说。苏姑娘，你呢？先救火。好，东边的铲土盖火，西边的跟我来封窑门。苏姑娘，料和图纸我来抢，你们3个跟我进窑棚，把那几箱料、那卷图纸先搬出去，麻利点。封窑，东家，施法布不够使，不够就扯铺盖，进了水，把窑门的缝堵死，一丝气都别给它漏。火小了，东家，我压住了，窑保住了，料也抢出来了。东家，草垛后头有个人，想跑没那么容易。点完火想趁乱溜，结果让烟给困住了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是路过的。路过的，身上一股桐油味儿，纵火害命是要偿命的死罪。这罪你一个人扛，还是把背后那位供出来自己掂量？我说，是染布商会的前会长，他和审计抢了他染布的生意，给了我5两银子，让我来烧这琉璃窑，还说最好烧出条人命，好嫁祸给你们。都听见了？听见了，人证物证俱在。捆结实，送官。保住了，真保住了。沈老板，方才那些话我没忘。明天晌午，城外河边老柳树下，我有一件关乎你我身家性命的事，要单独跟你谈。好，不见不散。沈老板，昨夜那些话我想了一整宿，我就问你一句。苏姑娘，你想问的是不是？东家不好了！你怎么寻到这儿来了？
出大事了！染坊工会的前会长在城里大街上敲锣造谣呢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咱审计的染布有毒，穿上身就烂皮肤，还煽动一大帮人吵着要去砸咱的染坊。这会儿大街上都围得里3层外3层了。话回头再谈，先去大集。正合我意。乡亲们，都别买审计的染布，那布是拿毒料染的，穿上身轻则起红疹，重则烂皮肤啊！真的假的？我前儿才扯了一批呢，快别穿了，赶紧扔喽！钱会长这话可有半分凭证？沈燕，你自己的毒布，你敢说没毒？有没有毒，我说了不算，你说了也不算。我这身衣裳从里到外全是我审计的布染，穿了半月有余。诸位睁眼瞧瞧，我这皮肤烂了吗？沈老板这脸白净着呢，光看没用。来，当着大伙的面洗给你们看，都瞪大眼睛瞧好了啊！邪了门了！这布下水搓了这么久，咋一点不掉色？掉色的布才有毒，这布连色儿都不掉，毒打哪儿来？诸位想想，什么样的布才掉色才伤生？是那染料锁不住，一下水就往下掉的刺布。我倒要问问钱会长，你们行回的布下了水掉不掉色？我们的布自然也是好的，好不好？比比便知。比，让他比，当场洗，谁怕谁？比就比，来人，取我祥会上等的染布来。快看行会那盆！钱会长，原来你这布才掉色呢！合着造谣的是你，掉色的也是你，想砸人家染坊，先把自己这破布洗干净了吧！以后谁还敢买他家的布？几十年的招牌，今天算砸了。散了吧，以后买布认准审计就成。沈老板，方才被打断的话，我现在问完。你救火时喊隔绝空气，提纯盐张口虫灭精，造的机器画的图纸，你根本就不是这个时代的人。你不也是？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，这要是禀报上去，那姓沈的和那丫头可就是妖人了。妖人？盯梢的，方才的话怕是全听了去。这下糟了，他要是回去报说咱俩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，一顶妖人的帽子扣下来，你我这些产业全得完。别走了。所以我说，苏姑娘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咱们明天一早就开工做净盐，用咱的法子做出来的盐，比官盐还白、还细、还便宜。不错，到时候把那些盐商的生意全给抢过来，叫他们1两盐都卖不出去。他真就这么信了？他不信也得信。你想啊，他回去若禀报审计那俩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，你是盐商会长，你信吗？只当他失心疯，听差了。确实，这话谁信谁傻。可审计明天要做精盐，抢光盐商生意，这可是实打实火烧眉毛的大事。他敢不报？妙啊！他一报，盐商会长头一个坐不住，准得抢在咱们前头囤盐抬价，想大赚一笔。等他把粗盐囤满了，价抬高了，咱的精盐再一出，他囤的那堆粗盐就全砸自己手里了。这一出声东击西，既保了你我的底，又给他挖好了坑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以为这世上只剩我一个，孤零零困在这儿。我也是，猛地见着个能说上话的，反倒有点不真实。那以后就别再各干各的了。正有此意，合伙。怎么个合法？你管材料，我管机械，榨糖机、染料、陶瓷轴承，一路走来你也看见了，单打独斗，处处被人卡脖子。可你我这两本本事凑到一处，这古代就再没人卡得住了。所以，咱们不光做糖、做布、盐、器物，往后还有更要紧的东西。这清河县最赚钱的高端生意，全拿下。机械加材料，降维打击。成交。你说什么？审计要做精盐，还要抢光咱们的生意？千真万确，小的亲耳听见的。他们说明儿一早就开工，做出来的盐比官盐还白还便宜。精盐这玩意儿若真叫它做成了，价又压得那么低，我这粗盐生意还有什么活路？不行，得赶在他前头，传我的命令，即刻起把全城的粗盐都给我囤起来，一粒都不许往外散。趁那姓沈的精盐还没出来，先把盐价给我往死里抬。我倒要看看，是他的精盐做得快，还是我的银子赚得快。精盐，乡亲们别听他瞎吹，细盐那是官营的，朝廷专卖，民间能做出什么好盐？
顶天了也是掺了泥沙的垃圾货。官盐都没几家做的白净，他一个卖糖的能做出比官盐还好的盐？我看悬。这位老板，我把话撂这儿，他那破盐，但凡有1个人买，算我输。我的乖乖，这盐咋这么白，跟血似的？大娘，尝尝，不要钱。咸，纯咸，一点不苦也不硌牙。我家那粗盐又苦又涩，做菜还得挑半天沙子。这盐撒下就成啊！这一瓶咋卖？比粗盐贵1成。才贵1成，给我来3瓶，不5瓶。我也要，这么白净的盐才贵1成，谁还买那带沙子的粗盐？慢着，你这盐来路不明，民间做盐那是私盐，犯法的。私盐？我这盐是拿完了税的官盐粗盐提纯出来的，完了税的盐我买来精制，合规合法。你要不服，大可去报官。再说，这2样摆一块儿，谁是垃圾？乡亲们的眼睛雪亮着呢。体面，这瓷瓶还能装，送礼都拿得出手。给我称10瓶。沈老板，剩下的我全包了。卖光了，这就卖光了。明儿一早再来，给我留20瓶。有1个人买，算我输。我这是输的连裤子都不剩了。沈老板，我在临县有3家铺子，您这精盐让我代销吧。沈老板先紧着我出的价高。囤盐抬价的盐商会长，这会儿怕是肠子都悔青了。他囤的粗盐越多，这跟头栽得越早。不好了，城北的堤坝决口了！快想办法抢修，再不堵上，大水可就要灌进城了。大人，土石法堵决口又慢又不牢，这么大的口子没10天半月堵不上啊！10天半月，百姓的身家性命等得起吗？大人莫急，修堤这活儿，全清河也就小人有这般人马。不过嘛，这工钱得按平日的3倍算。大人您看，是要这堤，还是要省这点钱？3倍工钱，1文都不能少。大人，不是小人狮子大开口，这抢险的活儿又累又险，全清河也就小人手底下这帮人马干得了。你这是趁火打劫！大人这话就中了。您嫌贵，大可另请高明。只是这大水可不等人，是要这堤，还是要省这几个钱？大人，您自个儿掂量。整个清河离了我，可没人能敢在洪水灌城前把这口子堵上。谁说没有第2个人？沈老板，你也会修堤？我当是谁？一个卖糖卖盐的也敢来工地上凑热闹？就你车上的几袋灰、几块砖，也想堵决口？别添乱了！是不是添乱？大人，给我半个时辰，当场演示，成与不成，您一看便知。快！你要什么，本官都给你调。把这灰粉按3份沙1份灰，开水搅匀。这稀泥似的玩意儿能顶用？再等等，先把这些预制方砖往决口处一层层码上去，砖缝里灌着灰浆。咦，东家，这浆硬了。岂止是硬，硬如磐石啊！这才半个时辰，砌得比石头还结实。不光结实，这东西遇水不化，泡得越久反倒越硬，拿它堵决口修堤坝，再合适不过。沈老板，这是何物？水泥。本是我备着给新作坊砌墙的，拿它配上预制构件堵着决口，比那土石法快上5倍。5倍！不必再等了，就用沈老板的法子，即刻动工。大人，这来路不明的灰浆，万一塌了？塌了？这位老板，要不你上去再砸2锤试试？好，全城的堤坝修缮，本官全交给沈老板。至于你，漫天要价，趁火打劫，这河工往后没你的份儿了。东家，城里出事了。发了大水之后，好多人喝了那肮浊的河水，上吐下泻，染上了痢疾，一片一片的病倒，郎中都束手无策呀。大灾之后必有大疫，这是逃不开的。这里就是审计的精盐作坊。这敢问大人是？巡盐御史李崇。本官此来只为一桩事，查一查你们这精盐到底是打哪儿冒出来的。李大人，里边请。沈老板，
识相的话，就把这精盐作坊的方子、铺面一并交出来，收归官营。这500两是李大人赏你的体面。收归官营？我这合法的私营买卖，凭什么收归官营？凭什么？就凭你这精盐来路不明，私改官盐，扰乱盐政，这是其一。你那盐白的反常，蛊惑人心，妖物惑众，这是其二。随便哪一条都够查封你这铺子，把你送进大牢。沈老板是要这500两的体面，还是要牢里那碗饭？李大人，先看看这个。我这精盐用的是完了税的官盐粗盐，税票在此，笔笔有据。买的是过税的盐，只做停纯，既没私自产盐，也没偷逃盐税。请问大人，违了哪一条盐法？至于妖物惑众，无非是把盐里的泥沙杂质滤干净罢了，何来妖术？这道理我跟本县知县早掰扯清楚了。大人若是不服，大可把状子递到京城督察院去，看看是我违法，还是有人想强占民产。不过，李大人千里巡盐，劳苦功高，眼下城里正闹痢疾，死了不少人。大人若能解了这种，才是天大的功劳。你什么意思？这东西，请大人过目。都看好了啊！出水了，浑水进去，清水出来，滤净泥沙杂质，再烧开了喝，聚集自然断根。大人，这一缸下去，能救回多少条人命？您心里该有数。好一个沈岩，算你伶牙俐齿。不过，这盐政上的事，本官查定了，咱们来日方长。喝水前，先拿这缸滤一遍，再烧开。沈老板，这一场瘟疫，多亏了你的净水缸，才没酿成大祸。你这是救了全城百姓的命啊！敢问，可是审计的沈老板？正是。几位是？我等奉镇守北境的霍将军之命，特来清河寻人。如今北敌犯境，来势汹汹，战事吃紧。将军听闻清河审计有能人，造得出神奇器物。将军要2样东西：其一，能望远之敌，隔着10里8里就能看清敌军虚实的物件；其二，能让大军在野外随时喝上干净水的法子。此事关乎数万将士的性命，10万火急。沈老板可能做到？能，给我3日。当真？3日？3日就能造出来？3日后你们来取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东西好不好用，得你们将军那边亲眼验过再谈价钱。好，我这就回禀。3日后，我家副将亲自来取。我当是什么能人？原来就是个开铺子的商贾。副将大人，军中急用望远之敌，随军净水的利器，本将信不过你们这些市井匠人。可将军有令，我才走这一遭。我把话撂这儿，军国士气，岂是你一个卖糖卖盐的说造就能造的？你若真造出了能用的东西，自然有你的好处。可你要是拿些花叉子糊弄本将，耽误了前线军机，就提着你的脑袋来见我。这是单筒望远镜。大人，走到外面，拿这一头对着眼睛，朝城外10里的方向看。这怎么不可能？城外10里那座荒丘上头那杆旗，连旗上的字我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这要是用在阵前，敌军调兵布阵虚实，岂不是尽收眼底？正是，隔着10里，先看清敌军虚实，再谈打仗。还有这个，这又是何物？便携净水壶。大人请看，行军在外，找不着干净水源，灌上脏水，摇上几摇，便能直接喝，轻便还不占地方。沈老板，是本将有眼不识泰山，方才多有得罪，还望海涵。大人言重。这2样我全要了，要多少造多少，价钱你开。本将这就立军令状，先采购第1批。我即刻800里加急禀报将军，有了这2样神器，北京战局可就大不一样了。本地首富张万才设宴为沈老板庆功，请您赴宴。这张万才平日跟咱八竿子打不着，怎么突然这么热乎？庆功是假，李大人要的是借这一场宴，把那姓沈的拿捏在手心里。沈燕啊沈燕，这鸿门宴你是赴还是不赴？有劳张老爷。沈老板能赏脸，真是蓬荜生辉呀！来，上座。沈老板年纪轻轻便有这般家业，
佩服佩服。不过嘛，人在世上光会做生意可不够，还得有人照顾。张老爷的意思是，李大人那边对沈老板可是青眼有加，只要沈老板肯把那营盐水泥的方子分李大人一份，这个数3万两，先送沈老板押金，日后官商一体，谁还敢动你分毫？这是其一，这是小女。沈老板若不嫌弃，结了这门亲，你我两家可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张老爷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方子是我和合伙人的心血，不卖。这门亲我也高攀不起。沈老板，敬酒不吃是吧？来人！是这大老爷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位沈老板，今早在城南柳巷拦住民女，又拉又扯，调戏于我。岂有此理！沈烨，我当你是正人君子，没想到你竟是这等衣冠禽兽！来人，把他给我绑了，扭送官府治罪。血口喷人，少爷，这绑我？张老爷不急，先让这位姑娘把话说清楚。你说我今早在城南柳巷调戏你，正是。今早，这就奇了。今早一整个上午，我都在城北督修决口的堤坝，数十名工匠和工，连本县知县都在场，这事满城皆知。姑娘，你莫不是认错人了？再说，你既说被我调戏，那我且问你，穿的什么颜色的衣裳？是高是矮？左脸可有痣？白色，高个子。错了，我今早一身青衫，跟你说的半点不沾。你连我长什么样、穿什么都说不上来，却一口咬定是我调戏了你。这戏是谁教你演的？你们说亲眼看见了，那我问你，案发是在柳巷的哪一头？向东还是向西？向东，向西。一个那个向西，这伪证做的，分明是张老爷设的套，要害沈老板啊！亏他还摆这一桌庆功宴，原来是这等龌龊心思。张老爷，重金连姻我都不要，你便买通一个民女几个家丁来诬我清白，这栽赃陷害、诬告良民的罪名，你担得起吗？利诱不成，设套又败。这姓沈的软硬不吃，滴水不漏，好得很。既然来软的来阴的都治不了你，那本官就来一招狠的，私犯官盐，按律该当何罪？回大人，私犯官盐，数额巨大者是死罪。死罪，连夜去办。本官要在他那盐仓里搜出一批没完税的私盐，这一回本官要他沈烨人头落地。奉巡盐御史李大人之命，查抄私盐，送。我们家的盐都是过税官盐，哪来的私盐？大胆沈烨，这些盐无税无引，分明是私盐，私犯官盐，数额巨大，该当死罪。来人，把他拿下，押入大牢。这是李崇连夜栽的赃，可此刻人赃俱在，百口莫辩。他那盐仓我清楚得很，根本没有半袋私盐。这是栽赃，是李崇要他的命。苏姑娘，少爷他要被问斩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霍将军欠着我们一个天大的人情，这清河县扣不住的天，我去边境搬他来。哟，又来个细皮嫩肉的，新来的懂规矩吗？把身上值钱的都消停出来。在我时下的日子好过，不识相的值钱的我身上没有，不过一门能让你们都发财的手艺倒是可以教你。发财？就你吹牛也不打草稿。你们1个月的饷金有几两？这1两不到。1两不到，养家糊口紧巴巴。拿果子拿糖熬成蜜饯果脯，本钱低，做法简单，1个月的进项顶你3个月的饷。真教啊！完了你们了！一个死兄，住手！沈先生是要教咱们手艺的贵人，你敢动他一根汗毛，断了大伙的财路，我第一个不饶你！别动手！沈先生，您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开口。不急，我在这儿住不了几天。
站住！军事重地，闲杂人等速速。我有10万火急的钥匙，要见霍将军，事关你们军中正用着的望远镜净水壶。一个民间女子也敢妄称要见将军？将军军务繁忙，岂是你说见就见的？走走走！何事喧哗？清河县沈燕就是之前制作望远镜净水壶的那位老板，他现在被人冤枉入狱了，所以我想请霍将军出面解决。姑娘，恕在下直言，你要将军伪装地方上的沿岸出头？那构陷沈老板的可是巡盐御史。将军镇守边关最忌讳的就是插手地方政务，结怨于言官。为你这一桩民间官司平白去得罪一位御史，将军凭什么？官场的算计，可我要说的是军国的大利。敢问先生，前阵子800里加急送回大营的望远镜、随军净水壶，哲人所造。这正是沈燕。10里之外，敌军虚实尽收眼底，行军在外，脏水一摇便能入口。这2样，如今在不在阵前，救着将士的命，左右着战局。这自然。沈燕一死，这世上可还有第2个人造得出这般神器？将军是要保住这个能源源不断做出军国利器的人。此事，你方才那番话，本将都听见了。沈记的望远镜、净水壶，军中用着如何？神器！自打有了望远镜，我军赤豪探敌，先敌一步。那净水之能，更解了大军野外断水的死结。末将亲眼所见，心服口服。好，本将绝不能让他不明不白死在一个贪官手里。来人，点一队旌旗，随这位姑娘即刻南下清河。本将倒要看看，是哪个不长眼的御史敢动本将看中的人。沈燕那2座作坊的方子、井盐、水泥，还有那军中的器具，若能让他乖乖签了文书，把这些方子自愿献给本官，大人的意思是，本官可就赚大发了。派个能言善辩的说客去趟大牢，告诉他签了，本官饶他一条狗命；不签，就让他尝尝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滋味。沈老板受苦了，在下是替李大人来给你指条明道路的。喏，把你那鹰盐、水泥还有军中器具的方子都按个手印儿，自愿献给李大人。李大人一句话，你这死罪兴许就能保下一条命，否则死刑核报一下来，你这颗脑袋可就保不住喽。签了能活，不签就死。李大人，好算吧。沈老板是聪明人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一个手印的事儿，不必了。方子我不会签，我倒是奉劝你回去之后，劝李大人趁早收手。收手？沈老板都什么时候了？李重任巡盐御史这3年，经手2怀盐引，照面报上去的盐客比实收的少了整整3成。这3成去了哪儿？他与盐商会长里应外合，虚报损耗，私分盐利。单是去年，经盐商会长的手送进他私库的银子，就有8万两。你胡说！3年的账目往来，每一笔的数额，经手的盐商过付的银号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而这些东西，我可不是只记在脑子里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想干，你只管把我的话一字不漏的拆给李大人。可我若死了，他要我的命可以，这些账会原原本本送到一个他做梦都不愿见到的地方。什么？他全知道！他全知道！账目、数额、经手人，连司库那8万两都分毫不差。他只不会是督察院？不等核报了，你绝不能让沈燕以转押压州府为名，把沈燕从大牢里提出来，在押解的半道上，让他从此消失。歇脚！有山北！沈老板得罪了，上头有令，你必须从此消失。李重结仇灭口，这局早就布好了。沈燕，来得正好。霍将军的人马在此，给我把这群杀人灭口的贼子一个不留，全拿下！得令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我们就是山匪。打劫求财会专挑1辆囚车下手，会一上来就喊他必须死。督察院，本院左监督御史奉皇命密查巡盐御史李冲贪墨盐唱，呈现了良民一案。你2人可愿随本院升堂，当面指证李冲？李冲，你贪墨盐税、买凶杀人、构陷良民，可知罪？知罪？本官乃朝廷亲命的巡盐御史，何罪之有？至于那姓司犯官盐人赃并获，铁证如山，
本官查抄他的私言作坊，何错之有？什么账册口供，分明是这刁民贼喊捉贼，伪造证据。李大人既说我伪造，那这些你敢不敢当堂对一对？其一，你任巡盐御史3年，每年盛报朝廷的盐课账目，我这儿都有抄本，账面盛收，比各盐场的真实产销年年短缺30%。其二，这是历年经盐商会长之手转入你司库的银号往来票据，哪一年哪一笔多少两过的哪家银号，白纸黑字，大人要不要一笔笔核对？其三，至于昨日半路那伙山匪，说是李大人花了重金买我们假扮山匪，半道上杀沈燕灭口的，血口喷人。那我那盐仓里凭空多出的10几袋私盐又是从何而来？李大人若清白，何不让督察院把你这3年的盐课抵当与这账本当堂一一抢验？你不必勘验了，圣上早已对颜色亏空起疑，本院奉密旨彻查，李崇贪墨盐税，勾结盐商，买凶杀人，构陷异商，桩件人证物证俱全，铁案如山。来人，摘去李崇诬杀，革职拿办，其同党盐商会长等人一并所拿，押解信京。不可能，本官是御史，你们不能抓我！我要面圣，我要面圣啊！沈燕，私盐一案纯属栽赃，本院还你清白，即刻撤销一切罪名，当堂开价释放。九死一生，绝处逢生。沈老板，不，沈大人，小的当年有眼无珠，多有冲撞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风水轮流转，这一回终于轮到我了。沈大人，小的当年瞎了狗眼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小的吧。以前是我糊涂，处处与您作对，往后您指东，我绝不往西。我那几间铺子愿挂在您名下，我那批工匠车马也全听您调遣。都起来吧，过去的事，我沈燕可以既往不咎。多谢沈大人。我沈记做生意只认2个字：规矩。同走无期，不准缺斤少两，不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，更不准仗着沈记的名头欺行霸市。谁要是再敢动那些坑蒙拐骗的歪心思，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不敢。你以一介布衣造福一方，力搬巨贪，这清河的商道，如今你便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。从一口唐缸走到今天，沈老板可曾想过会有这么一天？想过，打从遇见你那天起，我就知道，你我联手，这古代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儿。东家，京城来人了！审计银盐秉堂供入宫中，圣上龙颜大悦，着清河沈宴，即刻随咱家进京面圣。面圣，少爷，咱这是要飞黄腾发了。京城是这天下权贵富商聚集之地，那里的水比清河要深得多。清河一战不过是个开始，真正的龙争虎斗才刚刚拉开序幕。下一个战场是那座繁华而凶险的京城。京城，那可是天子脚下，藏龙卧虎啊！藏龙卧虎才有意思。阁下便是清河沈宴，正是。阁下是？在下京城皇商白家的管事。这京城的生意，上至宫里的供奉，下至街市的米盐，9成都是我们白家的。这天子脚下的财路，容不得外人插一脚。我劝沈老板把那些方子识相的献给我们白家，白家自会保你一世富贵。否则，这京城的水深得很，沈老板怕是连怎么淹死的都不知道。你家掌柜的醒宴我收到了，头一桩方子是我和我合伙人的本事，不卖也不献，谁想要，凭真本事来抢。你们白家做了上百年的盐塘不布，在我和他眼里，不过是些该被淘汰的老古董。我们要做的是降维打击。降维打击？白家垄断京城9成生意，靠的是什么？是祖上的关系，是堆出来的银山。可我沈记从一口唐缸起家，靠的是别人造不出来的东西。京城这盘棋宴，我下定了，让他洗干净脖子，等着我去会他。好，好得很，京城再见。少爷，
这一去京城真的没问题吗？斗不斗不过，去了才知道。怕什么？清河县那么多明枪暗箭，我们不也一路闯过来了？这回不过是换个更大的棋盘罢了。开船。